之前大家说呢，把我的视频当做电子榨菜，后来我也不知道电子榨菜是什么意思，最后我才知道，原来电子榨菜就是下饭的意思，就是看着我的视频来下饭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做10种榨菜的吃法，就着榨菜吃榨菜。大家呢是非常喜欢吃面的，就从我的播放量我都看出来你们非常喜欢吃面。第一道呢，就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榨菜肉丝面。这肉丝一定要腌过，不要去剪懒。如果你不腌的话，它会非常的柴又非常的老啊。这个呢就是里脊肉丝，盐啊底味，一点这个白胡椒去腥的作用，然后给少许的花雕、生抽，可以增加它的鲜味。先给它揉一下，我们先把这个盐味给它揉到肉丝里面。接下来我们再加点这种姜葱水。你加入姜葱水之后呢，第一可以让这个肉丝更好的去腥提鲜，同时还可以让这个肉丝呢更嫩，表面没那么多水了之后呢，我们开始加入土豆淀粉。这个肉丝的表面形成的保护层，不论是炒的时候还是在汤里面煮的时候，它有一层保护层，就可以更好的把它肉丝的内部的水分给它锁住。把它揉均匀之后呢，我们最后再淋点这个油，色拉油、大豆油都行。加油的目的呢，第一它可以下锅的时候，这个肉丝它不会成坨，因为它油与油之间它会形成一种隔绝。好，这步呢，我们将这个锅呢一定要治一下，治过锅呢它才会不粘。烧热后给少许的油，把这个锅治一下。好，接着我们再倒入凉油、姜片、蒜片还有葱段，我们给它爆香一下啊。快速下入肉丝，这时候就开了小火啊，滑散。滑散的同时，我们就把这个榨菜下进去，一起去炒它，给少许的清水。我们烧开以后呢，开这种小火啊。如果你家里面有骨头汤呢，你可以加骨头汤，就不用加清水。没有呢，我们加清水就好了。这时候给点少许的白胡椒，它就是个很简单的一个咸鲜味。我们再给少许的白糖，盐呢就不用再加了，因为盐那个榨菜里面呢，它本身就有盐味。最后我们再撒点葱花。第二个呢，给大家做一个榨菜蒸滑鸡，又滑又嫩。这里呢是3个剁好的鸡腿啊。焯过水的干香菇，这个叫虫草花。这时候要给点这个姜米和蒜米，少许的干葱碎。好，这个榨菜直接放到里面，给少许的盐，不要太多，因为榨菜里面它自身有咸味。给少许的白糖、白胡椒粉，一点点这个生抽、蚝油，小半勺的这个黄豆酱，再加几颗这个豆豉。这时候我们用手直接给它搅拌均匀。这时候我们给少许的鸡饭老抽，给它上点颜色啊。来少许的花雕，搅匀之后呢，我们再给少许的这个淀粉，叫土豆淀粉，来个2勺，花生油和这个香油就好了。你家如果没有花生油，就可以平时用那个炒菜的油，或者是直接芝麻香油都行。和匀以后呢，我们快速的放入盘中，给它摊薄啊，你不要太厚啊，这个一定给它摊到薄薄的一层，因为太厚的话它就蒸不透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放入蒸锅中，蒸个15分钟哈，中火蒸个15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看一下啊。出锅前我们再撒点葱花，简简单单的咸鲜味。第3道做一个榨菜蒸蟹，吃过没有？没吃的看一下啊。好，这步呢，我们将这个大闸蟹稍微给它杀一下，找个刀给它挑进去，就挖。现在呢，直接用刀给它中间给它破开，这个嘴巴给它揪掉哈，黑色这个给它去除干净，这个肺给它扯掉哈，或者是这个腮给它扯掉。指甲给它剪一下。如果是海蟹的话，这里是圆的，你看它是河蟹的话，它就是尖的。接下来我们拌一下这个肉馅，这个就是一个前夹肉，给它剁碎的哈。我给少许的姜米，提前发好的干香菇，已经焯过水了，香菇粒加点香菇粒在里面，再加点这个莲藕碎。如果你没有莲藕碎呢，可以加点马蹄，最好是加马蹄，买不到马蹄呢，可以加这个莲藕碎。接下来我们榨菜，榨菜粒必不可少。我们给少许的盐、白糖，这个是白胡椒粉现磨的。花雕酒、蚝油和这个生抽啊，我们再打1颗鸡蛋在里面。好，这时候给它搅拌均匀。土豆淀粉就是生粉啊，加个3勺，增加它的粘性，一定要把它的胶质摔出来。好，出胶以后呢，我们就找个盘子给它放在盘中，一定要给它摊均匀啊，不要有地方厚有地方薄。提前剁好的蟹啊，均匀的放入盘中，直接给它围一圈。这里面的蟹黄直接放到上面去蒸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在上面再放几坨姜。这个大闸蟹呢，一定要配点姜，因为它是比较寒性的食物。再浇点花雕酒。好，水开以后放入蒸锅中，开到最大的火，我们蒸个15分钟。好，时间到啊，姜片不要了哈，给它取出来。蒸熟以后呢，我们再给点这豉油浇在这个肉饼上面。这个时候我们再放点葱丝。这个蟹呢，刚刚也吃了哈，还是要喝点汤，给大家做一个榨菜粉丝汤。锅里呢，我们稍微给少许的油，这个我们先下点姜米啊，榨菜呢给它炒一下，一定要炒香。
放入这个虾皮，这个紫菜，给少许的清水。好，烧开以后呢，我们下点这个青笋丝和这个粉丝，白胡椒粉。我们给点这个盐，给少许的生抽。好，给它搅拌一下。出锅前我们给少许的黑醋，再来点香油。好，出锅。最后我们撒点葱花。下面这道呢，给大家做个非常下饭的榨菜炒饭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先将这个蛋黄和蛋白分离一下。我们打2个蛋黄，直接打到这个饭里面。黄金蛋炒饭为什么饭那么黄呢？就是因为加了蛋黄的原因，而且它全程不会用这个蛋白。但我们今天在家里面呢，就一定把这个蛋白也用起来。锅烧到之后，给少许油，把锅炙一下，五花肉末给它爆香一下。炒饭呢，可以适当加点这种动物的这种油脂，或者是猪油或者鸡油来炒饭，它会更加的香。出香之后呢，我们再下入这个香菇粒啊。锅边给点少许的料酒，这时候我们下入这个蛋白，蛋白不要浪费了，在家里面可以把它充分的用起来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呢下入这个榨菜，现在开始下入这个米饭。这时候你可以把火关小一点哈。很多朋友说用这种方法就是蛋白和蛋清分开炒的方式，炒出来蛋会特别腥，就是2点：一是你的蛋不够新鲜，第二是你炒的时候你的锅里的温度不够，你的蛋黄它是焖熟的，焖熟之后它就自然有一种腥味。你能听见这个米都在锅里都有啪啪啪的声音哈。这锅里的温度是很高的啊，像我这火这个家里面火是一样的，都是最大开的最大火。白胡椒粉，好，我们给少许的盐，来滴的生抽，再来点鸡饭老抽。之后我们撒点葱花，葱花你不要把它炒死了，炒死了之后这个葱它就没有香味了。最后我们再撒点灵魂葱花。之前也教过大家在家里面蒸一整条鱼，但是很多朋友反映家里面没那么大锅，然后又没那么大盘子。今天教大家把它切成块来蒸，这个就是很普通一个鲈鱼，我们直接给它切成块。好，我们先给少许的盐，加点这个白胡椒粉，好，我们给点花雕，来点姜片、葱段，给它揉一下，揉均匀。来几个豆豉，可以增加这个香味。生粉，接着把榨菜放进去。来点蚝油，这个就均匀的码放整齐就好了。我们放在盘中就可以进入蒸的环节了。好，如果你家里面没有调盘，可以用这种圆盘，它虽然是小一点，但是一样的可以蒸的哈，没有问题的。小半勺的这葱油，蒸鱼的时候它会更香一些。家里面就是平时的炒菜的油也行哈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放入锅中，这个呢就蒸个12分钟就够了啊，因为它切成块比较容易熟。开盖，蒸熟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姜葱给它雕掉。这个不然它吃的不好吃。好，我们再沿着边缘淋少许的豉油，蒸鱼豉油。好，我们再挤点葱丝。我知道你们喜欢吃拌面，下面就做一个肉丁榨菜拌面。这锅呢，我们烧点热油给它炙一下，再倒点凉油进来。这步呢，我们先下入这个肉丁。这个肉丁呢，你用猪肉或者牛肉都可以啊，或者你洗成肉末也行啊。好，把这个肉煸香之后，给少许的姜米。我们沿着锅边呢，还是给点这个花雕，少许的鸡饭老抽，给肉丁上点颜色。加入就少许的黄豆酱，把榨菜倒进去，一起去炒它。炒香过了，我们给少许的清水，盐就不要加了哈。我们给少许的白糖，一点的蚝油，白胡椒粉。烧开以后呢，我们再扯点少许的淀粉，水淀粉。好，出锅以前呢，给少许的香油，撒点葱花。拌面呢，水一定要滴干，滴干以后呢，我们放入碗中。葱花，最后我们再撒点葱花。一说到碳水呢，大家非常的害怕，但是背后呢又爱得要死。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榨菜肉饼。第一步呢，我们这个肉馅里面给点少许的姜米，来点这个花雕、白胡椒粉，给点白糖，给少许的盐，再来点生抽和蚝油，再来点香油，提前剁碎的榨菜和这个葱花给它揉匀。这个肉末呢不限，就是你可以加什么牛肉啊、鸡肉啊都行。我今天加的是猪肉。我们把这个胶质先给它揉出来，揉到这种肉它自然有这种粘性之后，我们再加入淀粉，就是土豆淀粉，来个2小勺，这个馅儿就和好了。这步呢，我们拿出这个自己在外面可以买那个手抓饼，我们让它解冻之后呢，切开半面半的包。教大家一个粗暴的方法，就是直接把这个馅啊放在这里面来，你不要放太多，因为太多你就包不了了。这时候你看，直接给它叠起来，直接搞定。这就是一个全程非常的快速。
看吧，这个烧饼就做好了，非常的快速啊。接着我们把这个做好的肉饼放入烤盘中，这个有油脂，稍微给它垫成油脂。我们撒点这种白芝麻，给它按一下，这样它会粘得更紧一些。烤箱调到180度，直接放到烤箱中烤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拿出来烤了20分钟哈，180度烤了20分钟。滑肉这种抠抠的口感呢，大家都喜欢吃，所以今天教大家做一个榨菜滑肉汤。我们做这个滑肉呢，最好是选用这种土的红烧粉，带颗粒的啊，不是那种粉末状的。如果你买不到这种带颗粒的红薯粉呢，其实也不要紧，市面上有这些土豆淀粉、红薯淀粉，还有一种玉米淀粉都可以。只是它是粉末状的，但是它做出来口感没有这个带颗粒的那么的抠弹而已。少量多次的加入这个温水，给它搅拌均匀，一定要把它搅到这种没有颗粒哈，这种流动的状态，不要太轻也不要太干。你看，就这种状态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肉片呢，这就是里脊肉啊，肉片放在盘中，我们稍微给它少许的盐、白胡椒粉、少许的花雕，一点点生抽哈。然后呢，我们顺便再加点姜葱汁儿，就是姜葱水的意思啊，把这个肉的这个胶质啊、粘性给它抓出来。好，抓出来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提前调好的这个麸啊，给它放到这个肉里面，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，让这个每一块肉上挂上一层麸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流动的状态。这种状态下啊，这步把锅烧热之后呢，我们给少许的油，把锅润一下，一定要润一下锅。姜米啊，一定要来点姜米。接下来把这个榨菜倒进去锅里一起去炒它，把这个榨菜的香味给它全部给它炒出来。这时候我们给少许的清水，下点这个丝瓜在里面啊。好，这个丝瓜煮熟之后呢，我们慢慢开始下入这个滑肉哈。下的时候火一定要小啊。如果你不喜欢丝瓜的话，你可以换很多的什么萝卜啊、黄瓜啊、豌豆颠啊，甚至是紫菜都可以。白胡椒粉，基础的一点盐就好了。起锅前我们再给少许的香油，撒点葱花就可以出锅了。天气呢逐渐开始冷了，大家穿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。今天给大家做个榨菜砂锅包。这个呢其实很简单，你喜欢吃什么就可以放什么。我先放这个萝卜，这个粉条给它扯断，直接放到这里面来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酥肉给它摆好。这边呢我还买了点小海鲜，这个是蛏子啊，这个已经提前洗过了，直接给它放到里面。我们再放几个虾，还有牛肉，牛肉我稍微给它腌制一下。好，这个牛肉我们稍微给它腌制一下，给少许的盐，给这个花雕酒和这个胡椒粉，揉一下。好，我们再加点姜葱汁儿。这样的话可以让牛肉更加的嫩。这个水呢分个2、3次，这样去把它加进去，再来2次。好，水抓进去之后呢，我们给点少许的这种土豆淀粉，就是生粉。最后我们再淋点明油。这个如果你家里面有什么肥牛啊，这些都可以直接放在里面哈，因为我用的是鲜的这种牛肉，片片的给它摆在上面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炒一个料，给它放在这里面来。锅烧热之后呢，我们给少许的油，姜蒜片。加点小米辣，把榨菜一起炒香。这榨菜一定要炒过它才会香哈，一定要炒香。好，接着给点清水，放入少许的生抽、蚝油、白胡椒粉，1小勺的白糖和这个13香，我们来个2小勺13香。好，给它烧开。烧开以后呢，我们把这边煲打开，直接灌进来。这边开到小火。这个呢，我们就煮个15分钟，小火、中小火慢慢去煲个15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打开葱段和这个香油，好，就可以出锅了哈。好，兄弟们、姐妹们，最后一道菜来，照规矩我要尝一下，你们都懂的哈，都是把最好的放在后面。我给大家尝一下味道，
这个呢，在冬天里面吃这个才非常的暖和，就比较适合，而且很简单。你像酥肉啊、虾啊，还有把这个蛏子啊、牛肉啊摆在一块儿，炒个料一灌，15分钟开锅就直接可以吃。哇，这个酥肉是很巴适啊，很滑嫩。虽然这个入口酥肉经过这个水泡过之后呢，它外面有那种软绵绵的感觉，但里面的肉呢是比较有口感。这个虾也是可以的啊，带这个汁水吸在里面，还有一种榨菜的香味，很浓郁啊。啊，很好，粉条。